你和小姐一同跌落井底，为何小姐一命呜呼，而你还活着？大人，这天黑夜晚，逃亡之人慌不择路，这不慎跌入井里，生死由命，这我如何解释得清楚啊？那好，既然你对娄家小姐情投意合，相约私奔，为何娄小姐身携包裹，内装换洗衣物和金银首饰，而你一个堂堂的男子汉，身边却不带任何东西？你作何解释啊？大人，你是为了私情与人夜奔呢，还是为了钱财要谋害人的性命呢？大人，我罗员外，你看看，这些是不是你小女所用之物啊？是老爷。正是。老爷，正是小女之物，我的女儿死的冤枉啊！老爷。杨医生，这里面有你的东西吗？恐怕一件也没有吧。梁医生，一个读书之人，虽然不能金榜题名、因妻生子，但也不该昧着良心做一些伤天害理、禽兽不如之事啊！我刘某是又可怜你，又憎恨你，可怜你家境窘迫，不得已而出此下策，害人害己；憎恨你把天下读书人的脸都丢尽了。梁玉生啊，梁玉生，我看你家贫无计，无法谋生，我好心好意请你到楼宅来教我小儿习字，你却背着我做出这种伤天害理之事，你连禽兽都不如啊！老爷，真是畜生！大人，其实那口枯井并不深，井下也没有水。我落井都没死，小姐怎么会落井而亡呢？小姐如此美貌，怎么会撒手人寰，离我而去呢？梁医生，这话问得好。娄家小姐确非跌死，她的死定有原因。副座，上来答话。大人，你将验尸之事当众讲来。是，在下刚才奉命验尸，经细查，发现娄家小姐身上有数处伤痕，虽破皮损骨，但不足以致其死命。又验其颈上有重重的扼压痕迹。据在下多年经验，落井之前，她已经被人掐住脖子，窒息而死了。窒息而死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大人，梁医生，你不要装模作样了。人死如灯灭，死而难复生。只因你一时生恶念，竟伤害了一条无辜的性命。事到如今，人证物证俱全，你也该悔悟了吧？我悔不当初啊，大人。既有悔意，也该有诚心呐。一人做事一人当。你就在这张纸上画个押吧。啊。禽兽不如啊！哎呀，还是读书不，大人，我不画押，我不认罪，我没有谋财害命，我没有贪财好色。刘大人，我是个读书人，我怎么能做出这种十恶不赦之事？我不画押，我不认罪，大人，我是冤枉的呀！梁医生，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难道你非要让衙役们用棍棒把你那罪恶的双骨打烂，你才服罪吗？来人！大人，你打吧，
你打死我，我也不认罪。你打死我，我好和小姐的阴魂一块飘然而去。我梁羽生认命了。老爷，你打吧，我们冤枉啊！老爷，我们冤枉啊！老爷，老爷，梁医生，你好歹也是个读书人，你拜过先生，读过四书五经，你扪心自问，难道你寒窗10年，为人一世，就为了这么一死吗？啊，你也不好好想想，你死之后，你那病重的老父亲怎么办呢？我可怜的老父亲风烛残年，无人照顾，他以后可怎么生活下去？怎么样？说到你病根上了吧？本官也是于心不忍啊。你虽然是犯法，可你的老父亲是无辜的呀。这样吧，我愿将我的俸银拿出一些供养你的老父亲，你就放心的走吧。刘大人，你是个好官，你是个好人呐。是呀，这真是好啊！梁某枉读了半辈子书，百事无成，反害人性命啊！活到今日，已是山穷水尽，别无所求。既然老夫有人照应，倒不如我痛痛快快的去死。拿笔墨来，我这就画押。还算孝顺啊！我宁愿一死了却此生。把梁羽生关进大牢。起来，走。等等等等，将死之人，不要太难为他了。是。谢大人，谢大人，谢大人为民伸冤呐！吩咐师爷把此案结了，呈送提刑司宋大人。是。哎呀。英姑啊，英姑啊，英姑要是个男子就好了啊！是啊，我要是个男儿，就可以考进士，当提刑，像大人一样起冤进报，惩恶扬善。只可惜，我是个女儿身，也只能端茶磨墨，还能有什么大的作为呢？英姑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是说，你虽然是个女儿身，但你天资聪慧，嫉恶如仇，让很多须眉男子都自愧不如啊！啊，大人，您用不着拿好听的话来安慰我。其实呀，我能够跟随在您身边，已经是天大的福分了。我想过了，哪怕跟您一辈子，我都知足了。真的。话也不能这么说，也不能这么说。启禀大人，啊，有人报案。大人，还记得那天办喜事的那个姓娄的员外府吗？啊，怎么了？这是县衙刘知县送来的案卷，请大人审阅。娄员外家办喜事那天就出了人命案子。案发后，娄家向县衙门报案，知县刘浩只用了3天时间就把案子破了。行。赵捕头，你跟我出来。哎。哎呀，这完全不对头嘛！这个怎么了，大人？经过。赵捕头，赵捕头，你看啊，有这么一个歹人，他拐骗良家妇女，以私奔为名欲谋财害命。那他是不是应该把这个良家妇女拐骗到城外，找一个荒野无人之处，再干杀人越货的勾当？应该是这样。应该是这样。那本案这个凶犯呢，怎么笨到这个份上？啊？你看，花言巧语欲拐骗良家妇女出行，没出行，直接在后花园就动手了，而且将其勒死，扔至枯井当中。最可笑的是，他本人也掉进了井里。你这
啊，第二天抓住一审，他还就认罪伏法了，这不是不合情理吗？这个。哎，大人，你这么一说，我也觉得这事儿没道理啊。快快快，收拾东西，走走走走走。哎，赵捕头，啊，别忘了叫上英姑。哦。得了，楼家女儿真是可惜了。听说长得还挺漂亮的，一枝花刚刚开出花骨朵，就让人家给糟践了。这叫红颜薄命啊！是啊。哎，我可听说这个楼员外是个死要面子的人呐。是啊，这下可把面子丢尽了。可不是。他呀，这叫自作自受，引狼入室，招个穷秀才进门，哼，活该。其实啊，我倒挺可怜那个穷秀才的。你想想，他多亏啊！哎，寒窗10载。考了多少年都没有考上，哎，想娶媳妇儿又没有钱，又娶不起，好容易花了心思，勾上了一个富家的小姐，本该悄悄地带着小姐，哎，可以逃离家门，远走高飞，嘿，或许小两口啊还能够相亲相爱，过上一段好日子。哎，这个家伙为什么那么傻啊？要起杀心，去害人家性命呢？哎，老兄，这叫什么话呀？有人生得虎狼之心，歹毒本性，你还为这种歹徒说话，不应该，太不应该了！不应该，就是不应该，太不应该了啊你！喂，我可听说今天楼家小姐要出殡啊，什么还请了7749个和尚来做法事呢。哦，那我们得去看看呀！来去看看。听说楼员外为这个女儿办丧事啊，花了好多的银子，场面很大呢。哎，走，快去看看，走，看看去，看看去，走。扇子，便宜卖了呗，便宜卖了，扇子。喂，你是谁？你是谁呀？你来这儿玩的？这儿好玩吗？这是我家的后花园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来找一样东西啊。什么东西？哎，你这宝儿，宝儿，妈妈叫我了，不理你了。宝儿，哎呀，你急死我了！啊，这位大人是老爷的朋友还是？啊，您是楼家夫人吧？啊，刚才贵公子上这儿来玩。哦，对了，那边有口枯井，让他千万小心，否则出了麻烦就不好了。啊，谢谢大人了。宝儿，
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不待在屋里写字，快把妈妈急死了。你们都去给姐姐办丧事，我不想一个人待在后院里，我要玩嘛。好，好，好，妈妈呀，带你找秋月姐姐去玩，好吗？好好，跟大人说再见。大人再见。请留步了。什么？非要复审此案？刘大人，这是卑职的想法，也是卑职的责任所在。不知宋大人想如何复审呢？总得先见见那个凶手吧。提审梁羽生？不必了，刘大人，我们去狱中见见他就行了。走吧，刘大人。小姐，这是雨生给你写的断头词蝶恋花，你可收到啊？小姐，你枉死枯井。梁羽生，并非我意啊，你千万不要怪罪雨生。小姐，梁羽生，梁羽生，你不要老是这么疯疯癫癫的嘛！本官来了，你不行礼；上面提刑官来了，你也不看一眼，难道你真疯了？打开狱门。小姐啊，我已被你们判了死刑，已是死囚，你们还审什么？还问什么？梁羽生，你谋财害命，被判死刑，如今死期将近了，就没有两句心里话想说说？哼，与其负罪在世，苟且偷生，不如干脆一死，好与小姐在九泉之下早日相会。倒也仗义呀。梁羽生啊，本官看过你的卷宗，听了你的细述之后，刘大人，我替他可惜呀。可惜什么？可惜那口枯井啊，也是那口枯井长得太不是地方。你想啊，梁羽生，如果不是你们二人双双落入井中，那他说不定与小姐隐居他乡，已经开始过好日子了。唉，都怪雨生无能啊，负了小姐一片爱意，我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啊！宋大人，梁羽生是以假意骗取娄小姐的真心，谋财害命。梁羽生啊，事到如今，我觉得你不妨跟本官说两句心里话啊。你跟小姐是如何相爱，又是如何人约黄昏，暗传情愫？我想那娄府深宅大院，闺门重重，你是怎么掩人耳目，潜入小姐闺房，有了这段儿女私情的呢？大人，梁某家贫如洗，身无长物，唯有梁某点滴才华，被小姐爱慕。我们彼此相恋，以诗文传递。如果说是私奔，为何不择方便之门，偏偏要走那后花园呢？咱们再说那口枯井，枯井离甬道，我看怎么说也有7、8步之遥啊。有7、8步，你们是怎么走的呢？难道说是喝醉了酒了？大人，真是喝酒误事啊！那天，娄家给小姐定了一门亲事，来了很多亲朋好友，喝定清酒。梁某也被请去作陪。看到自己的恋人马上要成为他人的妻室，你说我这心里头这心中不快，我就多喝了几杯。谁曾想，
这叫误事儿啊！来吧，哎，吃菜吃菜啊！来，满上！哎，好吃菜。哎，好，吃菜。我可给你倒。来，到里面坐啊，来里面坐，随便坐啊。你们好，谢谢大家了，坐。来，多喝点啊！来，杯中的酒都端起来，多喝点啊！来，我给你把酒倒上，多喝点啊，倒上酒。夫人，我实在不能再喝了，我喝了不少了，我得先回去睡觉，明天还得给小宝上课呢。好，慢点啊，慢点啊。好。我回到后院小屋，忽然看到桌上有一张信纸，竟是小姐写给我的，约我往后花园去，要与我一起私奔。哎呀，这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好事啊！我迫不及待地往外走。这么说，小姐约你私奔是临时传递书信，并不是事先约好的，是吧？嗯。小姐跟我情深意切，她父亲逼她另嫁他人，这毕竟事与愿违呀。也许小姐会奋力反抗，故而为情所致，一时激愤，跟心上人远走他乡，这也不是不合理的呀。梁羽生啊，那如果是这样，这应该对你来说是件天大的好事啊，正中你的下怀。那么你为什么要把小姐带到井边，将其掐死，还要推入井下呢？谁给她掐死了？我那天喝多了，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哎呀，宋大人，罪人之言不可听信。梁羽生谋财害命，此案人证物证俱全，你再审再问有这个必要？不着急，刘大人，不着急。梁羽生，我来问你，你与小姐书信往来已有数月，又有信笺递送，那么这些东西可能找到吗？那天又是夜里匆匆而去，这些东西都在那个后房呢。那这么说是可以见到。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，你问完了吗？梁羽生，这边来。来呀！这件东西你可认识？没见过，不认得。你没有见过？或许是小姐贴身挂件，你保证没有见过？小姐贴身挂件，我怎么知道啊？没见过就是没见过。真是这样吗？你别着急，别上火。要不然在这坐会儿吧。这就到了。二位稍等，快去通报老爷。哎。你别走来走去的，还是坐会儿。老爷，刘知县与一个人来了。什么？刘知县来了，去看看吧。二位大人，啊，正在为超度小女冤魂做法事，不想此事惊动了父母官大人，未能起身远迎，失敬啊！这位是宋提刑，特意为你家女儿被害之案来的。哦，哎呀，这事儿还惊动了上面的大人，小女在天之灵也得以宽慰了。宋大人到你这儿来，是想员外，他，你女儿案子当中还有几处疑点，今天这么个日子突然造访，还望员外见谅啊！哎，哪里！哎，小女在天之灵也得以宽慰了，快去准备吧。啊！哎，去呀！哎。那就请二位大人到客厅小坐吧。刘大人，坐就不必了吧。员外，我想在你府上随便看看，可以吗？
行，当然行，当然行。宋大人，快请。刘大人，您是否也要去看看？看看也好啊，也好哎。刘大人啊，你发现他这屋里好像是少了点什么呀？娄员外，梁羽生一个读书人，怎么会这屋里连个纸墨笔砚都没有啊？唉，他一个穷酸书生，能有什么好货色呀？也许是下人打扫房间的时候，把他当垃圾给他扔了。娄员外啊，那是下人们自作主张呢，还是得到了您的许可呢？下人好像是问我一句，我说过什么？就因为您这一句话，梁羽生所有的纸墨笔砚就都没了。没了就没了吧，他一个穷酸书生，还能有什么好货色呀？还能有什么宝贝？也就是几支秃笔，半块残墨，还能让我赔他不成啊？娄员外，宋大人只不过是随便问问，你不要介意哟。娄员外，据那梁羽生说，他与你家小姐诗文往来已有数月，这点事儿，你一点都不知情是吧？小女啊，她从来都是恪守家规，不跟外面的男人来往的。这个梁羽生呢，他信口雌黄，不足为凭。大人千万不要听进他的胡说八道啊！既是恪守家规，素无往来，那怎么会在定亲之夜带着钱财与梁羽生私奔呢？这又作何解释？小女啊，她也就是一时糊涂，鬼迷心窍，被梁羽生的花言巧语所惑呀。她一个17岁的孩子，她怎么能知道世道凶险，人心险恶呀？我女儿死得无辜，死得冤枉啊！是啊，小姐一个花季少女这么死了，的确是冤的。娄员外，我们可否去小姐的闺房看看？宋大人，有这个必要吗？娄员外啊，宋大人说想去看看，你就带着他去吧。宋大人可是上面派来的提刑官，有这个权喽。好，宋大人，既然你想看，那就去看看吧。来，好，请。请。宋大人，刘大人，请吧。快去看看时辰已经到了吧，千万别给耽误了。这客人们……哎呀，快去吧。宋大人，看出什么了吗？刘大人，这是一阙蝶恋花呀，静思。月暖风清夜无声，暗香浮送桃李枝头春。隔墙遥寄相思意，更声独睹
事无情。大人，这像是一首寄情诗词啊。是啊，这的确是一首寄情诗词啊。哎，刘大人啊，古今名人有这阙词吗？您学问大，您给看看。哎，哪里？古今名人好像，我看这恐怕出自于小姐之手笔。哦，那小姐的手笔可不下须眉呀。哪里？哎，你看啊，这后面还有落款和题记：月夜偶梦，与佳人相聚甚欢，竹填此词，不负此美意也。哎，刘大人，这阙词是男人所作呀？是啊。哎，你看啊，再有，整个笔记看上去像是一个女子的笔记，但是这词的大意却是一个男子的情怀。你看我说的可对？言之有理。哎，宋大人，我看是谁写的，是谁做的，跟我的小女儿被梁羽生所害，他没什么关系。宋大人，这就不必深究了吧？啊，好，请吧。大人，难怪呀，刘大人，我说小姐如此有诗情的一个人，这闺房之中怎么连她一件墨宝都没有啊？原来都化作灰烬了。哦，娄员外，啊，这是怎么了？啊，早已排定未时3刻，小女要出殡，时辰已到，恕我不奉陪了。娄员外，这恐怕不行，出殡的时日您得另择良辰了。哎，这是为什么呀？哎呀，小女冤死停尸多日啊，今天又是良辰，我必须给她入土为安，这时辰是不易改的呀。刘大人，这边请。我以为本案疑点颇多，所以我想重新开棺验尸，另做检查。什么？可是，刘大人，所以说这延时出殡的事情，就由你跟娄员外交涉吧。可是，哎，宋大人，哎，宋大人，这时辰不能改，这时辰不能。哎呀，刘大人，你看这娄员外，官高一级压死人，你懂不懂啊？可这我宋大人说不能出殡，你就不能出。我这你要敢出，让你尝尝牢狱里的滋味。哎，刘大人，你们，哎呀，我的可怜的女儿啊！来呀，开棺！
大人，娄员外这边请。宋大人，查出什么异常之状？是啊，是有异状。你说呀。娄员外，你家小姐已有数月身孕了。老爷，老爷，哎，这味道真不错。哎，来，客官，你今天得把账结一下。急什么？记在账上。哎，客官，你已经欠了我2两多银子了，今天多多少少得付一点钱。不巧，今天我身上一点钱都没有带，怎么付啊？放心，我堂堂的大男人，还能赖你账不成？等过这1、2天，我就有钱了，到时候多付你2成的利钱，怎么样？哎，口说无凭，你得给我写个字据。写字据就写字据，拿笔来。去。来，写上你的大名。你跟着出来干什么？我怕你一个人，我有点不放心。你是给我当保镖来的？正是这意思。怎么，你不领情啊？怎么会呢？不过咱们先说好了，你跟着就跟着，可不许指手画脚的。你要是搅黄了我的好事，我能够饶了你，大人可饶不了你啊！搅黄你好事儿？哎，什么好事儿啊？英姑，什么好事儿啊？哟，2位啊，2位一定是想给小孩子买什么物件吧？只要告诉在下，你们的孩子是男是女，生辰8字，我呀，保证给你们找来最好的。哎，你说什么呢你？老婆做菜打了盐罐，你嘴巴咸了是吧？这是我妹。该死，看走眼了。店主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个长命锁是你这儿卖出去的吗？我们这店不是，这东西啊，打制的粗糙，绝对啊，不是本店卖出去的。那在这条街上，除了你们家卖这个长命锁之外，还有谁家卖它呢？那我就不清楚了。这条街有好几家像我们这样的店铺，你们啊，还是自己去找找吧。你说这做生意的脸怎么糊着2层皮呀？生意来了是一张喜脸，生意不成就变成丧脸了啊！你既然都看见了，还跟他计较什么？走吧。哎，英姑，原来大人是让你查这把长命锁来了。是啊，你看呢，在这条大街上啊，有多少家卖这种东西的店铺啊？大人让我查出这把铜锁的出处，只怕不容易啊。是啊，偌大的县城里，几千户人家，上万的人口，这种东西何止成百上千，找他就是大海捞针呐。所以啊，大人说啊，这件事交给你办是办不成的，因为你性子急呀。对啊，寸有所长，尺有所短，办这事儿你比我强多了。梁羽生，坐吧。梁羽生，宋大人让你坐，你就坐嘛。哼。大人，这是何意呀？梁某已是将死之人，怎敢劳2位大人这样厚待？梁羽生啊，你看这外头多好啊，春光明媚，鸟语花香。哎，刘大人，要说您、我还有这位梁先生
咱们都算是读书之人吧？是。咱们今天偷得半日空闲，不妨就在此处，咱们3个人吟吟诗词，以遣文人雅兴，您看如何？宋大人，你这是何意啊？你我可都是朝廷命官呢，怎能与一个死囚犯人，在大狱的高墙之下一起吟诗作赋呢？啊，大人，您如此厚待，梁某实在不敢当。谢了。月暖风清，夜无声。暗香扶送桃李枝头春。隔墙遥寄相思意，更声独睹是无情。对吧，刘大人？对。